單的故事，偏偏有感應追溯一些暗示。問問事情怎會開始，又問問事情怎會終止。千千計中計推理的冷靜，天天有新變遷發生啲注定。時時及時總靠機警，未尋事實未定，變局處境。是與非那心虛的雙眼似閃避，步步見機，最終他的痛悲。慢慢拼起，他跟我多做戲，落雨起，太避忌，花樣太多，偏歪曲結果，有一些感應出錯，求誰聽清楚，查探內幕，花樣太多，偵測花樣更多，情理分析一切識破，迷惘清晰之間不算太傻。觉得很奇怪吗？通常一个人自杀，都是因为对某些人或者对某些的事做出控诉，他们希望可以死得轰烈一点，又或者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大多会选择公司大厦的门口或者大街马路，但是陈金胜却偏偏选了从后巷跳下来，就是不是自杀这么简单。体爷，有什么发现？ 根据初步验尸结果，死者身上有很多明显的骨折，还有遭受过猛力撞击的痕迹，相信应该是从高处堕下致死。他身上真的没有其他伤痕，会不会是被人打晕之后再从天台上被人扔下来的？我在死者身上暂时没有发现其他的伤痕，至于还有没有其他可疑的地方，要等我回去再详细检验之后才知道。万化姐，有什么发现？ 暂时没有任何发现，现场也没有打斗的痕迹，只有在水箱上找到这几罐啤酒罐。初步怀疑呢是死者留下的，因为它的方向跟死者堕楼的位置吻合。不过要化验之后才能证实。怎么？有什么不对劲？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天台周围这边的栏杆都不高？陈金胜真如果要到这里来跳楼，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跳下去了。为什么他要走到水箱上面去跳下来呢？而且这个水箱有20尺高。 上来后还要爬上去才跳下来，难道他真想死得快点吗？会不会是他喝了酒，酒精发作，晕晕的，想做空中飞人呢？就算是啊，陈金胜为什么要到真氏大厦这里跳楼呢？照我说啊，肯定是甄向荣知道我们从陈金胜那儿入手查他，所以就约他来这里杀人灭口喽。啊，你和陈 Sir 真是心有灵犀啊！他刚才也是这么说的。程 Sir 呢？他应该在下面查问甄向荣。两位 Sir。 陈金胜的确是我中学同学，他有时候也会找我来谈心事，但我真想不出为什么他要从我的大厦上跳楼。可能他真的有些事情想不通，想找我谈谈。但是刚好我又在开董事会，当时应该是午饭时间，为什么这么巧你们午饭时间开会呢？这是我们甄氏的传统，其实每个月都会召开1、2次这种午餐盒饭会，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开会，效率很高的。你在撒谎！ Sir， 向荣，他一定要冲进来，我拦都拦不住。甄向荣，我告诉你啊，我们已经查到2年前那件强奸案发生之后，你给了陈金胜200万。前几天我亲眼目睹你和陈金胜在酒店的停车场秘密见面，你还给了他1张支票。我问你，为什么给他那么多钱？什么目的 ？Madam， 你不要胡说八道啊！你照你这么说，我们随时可以告你诽谤的。林坤，我们要跟警方合作。 我很愿意回答这位 Madam 的问题。没错，我之前是借过一笔钱给陈金胜搞车房生意，但他早就把那笔钱还给我了。只不过最近我又听说他的车房生意不太好，需要钱周转，所以他又来找我借钱。你当我是3岁小孩子？那件强奸案你根本就有份，然后你用钱收买了陈金胜，他现在来勒索你，你把辛一恒杀了他是不是 ？Madam， 我发现你的想象力很丰富嘛。来。 嘿，是这样，我们想问问陈金胜堕楼的时候，不知道甄先生你在哪儿呢？我刚才已经很清楚地跟这2位Sir说了，
当时我在14楼会议室里开董事会。江瓜，冻肉公司上个月的生意又跌了1成，你怎么搞的？我知道，我和舅舅正在想办法改善呢。是，大家都知道，前不久香港又疯牛症啊，又禽流感的，多少同行啊，亏得都快倒闭了。我们真是啊，还能赚钱就算不错了。你跟我开什么玩笑？赚了10几万，你说有钱赚了？我们随便卖快递都能赚几亿了，用那么多人力物力才赚10几万，关张算了。在会议期间，甄先生你真的没离开过？是，在开会的时候，我的确离开过会议室。我们再谈下一个议题吧。是。Sorry。喂，等一下，爹爹啊，我去听个电话。你早不接电话，晚不接电话，偏偏陈金胜从天台上掉下来的时候，你去接电话，你敢说你没问题 ？Madam 啊，你没必要这么大反应吧？我就离开了3、4分钟而已，我接完那个电话就进去开会了。不信你问其他人啊。那当时到底是谁打电话给你？为什么你要离开会议室接电话呢？我告诉你们也没关系，那个电话是炳坤打给我，我想让他帮我送花给我女朋友茉莉。我可以证明，的确有这件事。送花而已，要不要在会议期间打电话给你中断会议这么严重啊？阿 Sir， 那些不是普通的花，是用了99张全新的1000元钞票折成的99朵金玫瑰。董事会议啊是很重要的，这你知道的。你在那个时候打给甄先生，你知道他一定会接吗？是这样的，在开会之前，我突然想起我的女朋友今晚要在一个 fashion show 里面客串模特，可我一时间又想不到送什么给她。谁知道我秘书又来催我开会，我怕顾着开会就忘记了嘛。是我叫炳坤到时间打电话给我的。你们这么多人在这儿围着我儿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是重案组高级督察程家俊，这次来是想跟令公子了解一下关于陈金胜从贵公司天台堕楼身亡事件。阿 Sir， 你也知道那个陈什么胜是从天台掉下去的，你们要查案应该上天台查，我儿子没责任回答你任何问题。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问我律师吧。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走。如果今天骚扰了甄先生的话，真是不好意思。不过由于在贵公司范围之内发生命案，将来有需要的话，希望甄先生可以尽量提供协助。我们走。那个甄向荣肯定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家俊，你一定要查清楚啊！这个甄向荣是有备而战的，怎么会让你那么容易查到呢？还有他老爸甄国富和那些董事在帮他，你更加查不到了。那反而甄向荣叫那个赵炳坤在会议期间打这电话给他，才是最有可疑的。没错，好像早料到那段时间会有事发生一样。想不到那个司警察这么多年来还是阴魂不散。那个金胜也是的，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搞得自杀这么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我要帮的也帮了，但是最后他还是要选这条路的话，我们也没办法。但是他在哪儿跳不好，非要跑到甄氏来跳楼，连累我们吧？也可能是我们甄氏大厦的风水不好，招惹是非吧。老爸，什么事？阿拉，我想问问你，车房小子那案子查得怎么样？他今天从甄氏大厦跳下来死了。啊？他跳楼死了？怎么会这样？详细的情况还不知道，现在警方还在查。唉，我以为邦哥的情报对你有用，想不到那家伙就这么跳楼死了。其实你已经帮我很多了，要不是帮出了资料，我们还不知道原来陈金胜当年收了甄向荣那么一大笔钱。那也没用啊，那家伙都死了。也不是啊，我们在研究为什么陈金胜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要等到 DIE 查他的时候才死。我们在怀疑凶手就是怕我们在陈金胜身上面查到什么事，所以要把他推下楼摔死。也就是说，现在凶手做的事越多，我们找到的机会就越大。厉害呀！我儿子真的有本事，你早晚会抓到那个凶手。哼，我也这么想。老实说吧，我不担心你破不了案，我反而担心你一心为了破案忘了自己的事啊。你说什么？排骨男呢？他女儿晶晶啊，不是跟程 Sir 分手了吗？喂，
如果你对人家有意思，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别傻了，就算我真的对人家有意思，也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我呢。也许我条件还不够好啊。喂，谁说我儿子条件不够好啊？我儿子是人见人爱，大家抢着要，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女婿啊！我们不说这件事。喂，你真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行了行了，我心中有数了。晚了，快去睡觉吧。好啊，你也早点睡吧，要养精蓄锐，以最佳状态去追女孩啊！记着啊，早点睡。你们有没有搞错啊？于 Sir 和 Madam 出去查案了，你们却在这里做这种无聊的事。哎，我们也想帮忙，不让同和下手啊。我们 DIE 啊，不能什么都靠于 Sir 和 Madam 的，找不到事情做就用脑子想一想啊。正义说的对呀，我们来个群策群力，正所谓三个臭皮匠are better than Mr. 猪吗 ？Mr. 诸葛，诸葛亮不是姓朱的，是姓诸葛的。哎，姓什么都一样，最重要就是不要信赖。那这样吧，我们一起把资料翻出来，一起研究，好不好？我在 PA 那边了解过了，那陈金胜的死亡时间呢，大概是下午1点半。正巧甄向荣在跟董事开会的时候呢，用了几分钟的时间跟赵炳坤通电话，这一点已经得到了电讯公司的证实了。另外，陈金胜的体内呢也验出有酒精成分，就是说他堕楼之前是曾经喝过酒的。我去重案组那边查过了，赵炳坤的确照甄向荣的吩咐，送了一把钞票花给他的绯闻女友。看来甄向荣没有说谎话。但是陈金胜是从甄氏大厦30楼的天台堕楼而死的，而甄向荣呢就在大厦的14楼里开会，中间呢只是出去通了几分钟的电话，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上去杀人呢？听重案组的 Michael 和 Jason 他们说呢，在案发之后，他们查过甄氏大厦电梯的闭路电视和录影带，证明甄向荣那天没有乘电梯上天台，反而有2个不同部门的男女职员呢，一前一后上了天台。一前一后，一定是上天台偷情了。也就是说，这2个人可能见到案发经过。为什么重案组不找他们2个问话？哎，听 Michael 和 Jason 说呢，他们2个呢，在案发之后第2天一起放了大假，所以现在还联络不到他们。哎，你们说他们2个人会不会在杀了人之后一起跑路呢？你说呢？哎，我也知道这个可能性有点低。我查过甄氏大厦的设计图，我发觉甄向荣开董事会的那间会议室呢，旁边有条楼梯。也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在接电话那几分钟跑上了天台，把陈金胜推下楼，之后再跑回14楼继续开会。哼，可能吗？太难了，14楼离天台还有16层楼那么远啊，他肯不肯跑上去还是疑问呢。那倒是。哎，那大家不要气馁啊。正如于 Sir 说的，我们从凶手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就行了。凶手角度？没错，我们要查那个凶手到底能不能在几分钟之内呢，从这个甄氏大厦的14楼跑上天台。我们马上来个实地考察。实地考察？跑楼梯。哎，费 Sir，你这个造型好像很专业啊！哈，何止专业，简直是 straighter than Kane， 比专业还专业。不是吓唬你，当年呢，我代表苏格兰场参加过全英马拉松比赛，嘿，出了名，有耐力啊。看得出你这个造型简直可以拿奖了。但是费 Sir，你说的是20几年前，现在行不行啊？等一下你就知道了。那现在老中青都有了，这次的测验呢，肯定够全面的。大家 ready 没有 ？Ready sir。OK， 准备计时 ，Let's go。小一哥跑了几十层楼梯，过足瘾啦？怎么会这样啊？
凭我这么多年的功力，一上一下也得7分49秒啊！你们两个怎么比我还快啊？什么啊？我和小凤姐到了6楼已经没力气了，就坐电梯下来喽。还是美人聪明，不然我现在已经吐白沫了。切，还以为你们两个会轻功呢。哎，费 Sir 呢？他没跟你们一起下来吗？费 Sir， 费 Sir， 糟了，我们已经到8楼了，还没看见费 Sir。费 Sir 会不会半路被人抢劫，被人毁尸灭迹了？我怕他为了面子死撑，搞得心脏病发呀。不会吧？他说他当年曾经跑过马拉松的。啊，你也会说当年和曾经吗？那但是奇怪啊，就算有什么事他趴下了，刚才我下来的时候也应该会见到他。那他去哪儿了？难道人间蒸发？不会吧？要不再上几层看看？哦，哎呀，等等。费 Sir， 费 Sir， 你做什么搞成这样？本来我们是打算考察一下，跑上16楼，然后再跑下来，看看要多少时间。谁知我刚跑到8楼，我的心就突然砰砰砰的跳，我怕出事，就打算乘电梯下来了。刚到电梯门口，眼睛一黑，我就晕了。你们刚才没看见啊？他的脸呢，简直比雪还要白。我还以为他就这么因公殉职，盖上曲奇了。费 Sir 真的被你气死了。你想知道跑上16楼的最快时间是多少吗？上网查就行了。香港每年都有跑楼梯比赛，干嘛用命来拼？其实费 Sir 搞成这样，也是希望早日破案嘛。这次纯粹是意外。想当年呢，我在苏格兰场跑马拉松的时候，每年都是前3名啊。哎呀，费 Sir， 你说的是30-40年前的事情了。可不是前3名，现在你也前3名啊！前3名送去急诊室吗？哎呀，你们不要这样了，费 Sir 差点连命都捐出来了。那你们有什么结论呢？根据这次我们实地考察，以我20-30年的武功底子呢，一上一下也得要7分49秒。更何况甄向荣，换句话说，甄向荣不可能在3-4分钟之内从14楼跑上30楼的天台，还要推陈金胜下去，然后再从天台跑回14楼。大家好，嗨，亨尼，你怎么这么早来了？咦，是你叫我完成了陈金胜的报告呢，就拿一份副本来给你看呢。乖了。喂，有什么发现？我已经很小心的再三查过，证实陈金胜的确是从高处堕下致死，没有其他可疑地方。亨尼呀，你有没有帮我拿上次订的那双鞋啊？你吩咐的事，我哪敢不做啊？哪双啊？这双？哎，于 Sir， 这双啊？这双哪里啊？这里啊？这里啊？这是什么？这是陈金胜验尸报告的副本呢。喂，我对你痴心一片，你当我是神经病？哇！我看你真是神经病了。我神经病？我又发神经了吗？难怪朗哥你经常会睡着了，原来你有通灵感应啊！怎么会这么好玩啊？有什么好玩的？搞得我现在经常被人当傻瓜。你还说呢？刚才你一醒来就说些稀奇古怪的话，要是人家以为我们那个就不好了嘛。我对你痴心一片，你当我是神经病。朗哥，其实呢，你是不是想对 Madam 啊？其实每次通灵感应，我都不知道会感应到什么。你是说你刚才在通灵感应里面见到一个厕所？哎，女厕还是男厕？那个厕所应该是女厕所，因为我没看见有小便池。哦，我知道了。那陈金胜呢，是从甄氏大厦的女厕所摔下来摔死的。不可能，我去过那个厕所，没有窗户。还有那2句稀奇古怪的话，我对你痴心一片，你当我是神经病，它跟陈金胜的死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嘛，陈金胜一定是为情自杀死的。那陈金胜的女朋友突然之间拉他进了女厕所，跟他说分手，他受不住打击，就上了天台，嘣一声跳下来自杀死了。不会的，我可以肯定，陈金胜是被甄向荣杀人灭口的。如果陈金胜不是枉死的话，我是不会收到这些通灵感应信息的。
但是我们刚才都分析过了，甄相荣怎么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嗖一声上天台杀人，嗖一声又下去开会了呢？哈，爹，假设陈金胜他不是从天台跳下来死的，是在较低的楼层跳下来死的话，那么通过验尸能不能验出来呢？照理来说应该是有分别的，但如果加上其他的因素，例如当时的风速风向，还有死者掉下来的姿势等等，这些很可能会影响死者摔在地上的撞击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仅仅从尸体的情况去证实到底他是从哪一层楼掉下来的。那就是说，一定要明白这2句话，还有女厕所之谜，才能找到答案。我们在甄氏大厦天台上找到啤酒罐，验出有陈金胜的指纹，而 DNA 的报告也出来了，罐子上确实有陈金胜的唾液。也就是说，陈金胜在堕楼之前是在甄氏大厦天台上喝过啤酒。可以这么说，但是有一点很奇怪，就是我们在啤酒罐上发现细菌含量非常的高。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以时间计算呢，陈金胜在甄氏大厦天台上喝完啤酒，再跳楼自杀，到我们抵达现场找到啤酒罐，再拿来化验，这时间不应该超过3个钟头。以细菌的含量来看，啤酒罐应该在天台上放了超过1天了。有这种事？难道说陈金胜他在甄氏大厦天台上逗留了1个晚上，然后才跳楼？怎么样 ，Michael？OK， 程 Sir， 在陈金胜堕楼之前，乘电梯上过甄氏大厦天台的那2个男女职员回香港。认不认识照片上这个人？不认识，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这个人在这栋大厦天台堕楼身亡了。在他堕楼之前，整栋大厦只有你和另外一个女职员先后乘电梯上了天台。Sir， 这个人跳楼真的不关我的事啊！你们要相信我啊！我上天台真的没见过他。当时是办公时间，你上天台干什么？上去抽烟啊！你们这有吸烟房的，为什么要上天台抽烟？再不合作，信不信我请你回警局协助调查？不要！我说，那天我约了个女同事上天台聊天。你最好说清楚点儿，是聊天呢，还是偷情呢？喂，我们真的是聊天，什么都没做过啊！不信你可以问问 Jenny。你和那个 Jenny 在天台聊天的时候，真的没见过死者或者其他人在天台出现？真的没看见。你们太忙了，顾不上其他人吧？我们查过天台没有人再上去聊天的，我没有撒谎啊 ，Sir。家俊，你们到底怎么做事的？整组人查一件普通的跳楼自杀案搞这么久？黄 Sir， 这件案子绝对不像普通自杀案。怎么不像？表面证据都有了，分明就是自杀。这个案子最少有3大疑点。第一，我们在天台水箱找到的那个啤酒罐，怎么了？报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那个啤酒罐有陈金胜的指纹吗？有什么可疑的？但是化验报告里面也指出，啤酒罐的细菌含量比正常高出很多，绝对不像是陈金胜在自杀之前才喝的。还有黄 Sir， 我们查到在陈金胜跳楼的同时，有1男1女甄氏的职员当时正好就在天台上面幽会，他们俩还发了毒誓说从来没见过陈金胜上过天台。另外，我们又查到陈金胜刚刚才买了一辆新的跑车，而且还买了机票、订了酒店，准备去外地旅行。这都表明了陈金胜绝对不像是一个准备自杀的人。好，我再给你1个星期，你尽快给我搞定这件案子。黄 Sir 有没有搞错啊？这件案子的疑点这么多，只给1个星期，怎么查？哼，我看肯定是甄国福为了帮他儿子，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向黄 Sir 他们施压。应该说他们父子俩狼狈为奸。其实现在最重要呢，就是尽快解开这件案的疑点。耶！终于被我想通了。于 Sir， 你想通这件案子的疑点了？是啊。终于被我走出了这个超级无敌大迷宫，给我掌声鼓励呀！你没搞错啊，个个都在想这案子，想到头都爆炸了，你还在那儿玩迷宫？你要想通这件案子那几个疑点很简单嘛，只要改一改大前提就行喽。改什么大前提？陈金胜并不是从甄氏大厦的天台跳下来的。什么？而是在较低的楼层被甄相荣利用几分钟的时间把陈金胜推下去，然后继续回去开会喝一杯摩卡。但是你这个大前提也是基于凶手是甄相荣这个假设啊。甄相荣不是凶手，谁是凶手啊？我主观的告诉你说甄相荣是凶手当然不行了，但是我有理由相信陈金胜的死并不是自杀。什么理由啊？
第一，陈金胜如果要自杀，就是说要向甄向荣发泄，死给他看。他应该轰轰烈烈地从甄氏大厦的门口跳下来，而不是鬼鬼祟祟从后巷跳下来。也许他没得选择呢。你说的对，之前我跟大家说过，陈金胜上了天台，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跳下来，为什么他非要爬到那个水箱上边，然后跳下来呢？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如果我没猜错，这个凶手要制造出陈金胜从水箱上跳下来的原因，就是为什么他不能不这么做？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原因我暂时没想到，但是以下我要说的这一点，绝对是跟这个原因有关。你能不能说得快点、直接点，不要卖这么多关子啊？我说的慢。OK， 我说快点啊。那就是呢，我现在呢怀疑这个是甄向荣杀了陈金胜呢，有2个原因，就是特别召开这个董事例会，还有叫这个赵炳坤在指定时间打这个电话给他。我说这么快，听清楚了吗？谢谢。其实呢，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啊。我已经问过甄向荣的秘书了。其实这个会呢是甄向荣临时决定召开的。他开这个会的内容呢，秘书告诉我说是真是冻肉里面芝麻绿豆的小事，根本就没有必要急急忙忙开一个董事会来商讨的。这很明显了，早有预谋，利用董事制造他不在场的证据。但是甄向荣只打了几分钟的电话，他哪够时间杀人呢？如果甄向荣要上天台杀人，当然不够时间了。但如果他只是上下几层楼梯要杀一个人，几分钟是绝对足够的。甄向荣开会的会议室在14楼，上下2、3层就是11到17，还剩下6、7层。既然我们已经收窄了范围，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走出这个杀人迷宫。谢谢。两位是不是这里的职员？还没装修好，你们不能进来。我们是警察，我们是来调查一宗涉及堕楼事件。我们到处看看就行了，你继续做事。哦，那随便吧。谢谢。喂，你说的对呀，整幢甄氏大厦只有16楼这儿在装修，又是11至17楼的范围之内，真的有可疑耶。在这块磨砂玻璃后面，就是甄氏大厦的后巷，也就是陈金胜堕楼的地方。喂，但是这块磨砂玻璃是密封的，他怎么掉下去啊？师傅啊，我想问一问你，当日有人堕楼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啊？哦，那天正好是午饭时间，又发了薪水，我带伙计去喝茶，喝完茶回来之后就听见有人跳楼了，幸好当时不在，不然真的不吉利。哎呀，小心点啊！这玻璃刚刚装上去，搞坏了你赔呀！你说这里的玻璃是刚装上去的？是啊，就是那天有人跳楼之后才装上去的。我本来打算呢，整个写字楼装修好了再装上去，谁知道那天有人死了，甄先生说风水不好，就叫我装上去了。你的意思是说，这里发生了堕楼事件之后，甄向荣才叫你们来装这些玻璃的是吧？是啊，还有啊，原来这里呢只有半米高，现在加到1米高。把透明玻璃改成了磨砂玻璃，全是他说什么风水问题。也就是说，原来只有半米高的栏杆，这一块是没玻璃的，空荡荡的。是啊，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的推论正确的话，就是说甄向荣在14楼开着会，趁着赵炳坤打电话给他那3分钟，来到16楼这里，把陈金胜推下去。然后又回到14楼那儿继续开会，但是我们要想办法能证实陈金胜确实来过16楼才行啊。哼，放心吧，一定有办法的。喂，家俊，今晚吃饭啊？哦，好，还有点时间啊，喝杯摩卡。好。美人说啊，女孩子喝太多的咖啡对皮肤有很大影响的。切，喝了这么多年都习惯了。那倒是啊，有些事习惯了就很难戒掉了。喂，我有件事想问问你的意见。关于程 Sir 的。啊，神探就是神探，这也让你猜中。其实自从卓奇那件事之后呢，家俊找过我很多次，我觉得他很后悔，
我知道他真的很想跟我在一起。换了是你，恋爱这么多年的女朋友，突然之间要跟你分手，你会不会舍不得？会的，都一起那么久了。那你认为我应不应该原谅家俊啊？其实呢，程 Sir 也算是浪子回头，你应该原谅他。那你是认为我应该原谅他了？是，人谁无错，最重要知错能改嘛，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喽。幸好你这么说，我真怕你说我做人没有原则。切，我像那么小气的人吗？其实最重要是你自己怎么做，你决定了做那件事呢，最重要是自己开心，别让自己后悔就行了。别人怎么说啊都没关系。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了。喂，我到时间，我约了家俊，走了。拜拜。拜拜。送给我的。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手机的？我们也算心有灵犀哦。你也不要说的这么夸张，这部手机那是最新的型号，每间商店每个推销员都会推荐。你这人那么贪新鲜，一定适合你了。那礼尚往来，这顿我请了。我没想过要付钱啊。对了，如果你也用这个款式的手机，那我们以后就可以用3G 的功能讲电话，整天都能见面了。我的手机又不旧又不坏，我没打算要坏。其实呢，这部手机是于 Sir 想赔给你的。他上次自作主张摔坏了你的手机，你不要恨于 Sir 了。他那个人是有点古怪，他也是一心想救 mini 才那么做的嘛。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你干嘛这么紧张啊？又替他赔手机，又替他 say sorry。你不会跟我计较这些吧？静静，其实我知道，上次卓奇那件事呢，我让你受伤害了，我很后悔。不知道我们……你放心吧，我没事的。其实更好啊，经过上次的事情之后，我知道原来感情这件事是不能勉强的。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哪里呀？不原谅你，我就不会在这儿出现，我就不会送部手机给你了。总之呢，我们以后还是好朋友 ，OK？ 还可以做个好朋友，算不算中了个安慰奖啊？你现在是不是嫌弃我啊？做我邢晶晶的好朋友并不容易的，你是不是不想？不想就还给我。不是，我要啊！很多人一辈子也做不了一次安慰奖，我会好好的珍惜它。是吗？那干一杯。干杯！一回来就对着电脑，你不休息吗？对着电脑也可以休息啊。我熬了汤了，盛一碗给你啊。我饱了，明天再喝吧。哎，听佩佩说，你刚才跟家俊去吃饭了。你之前那么卖力的帮他翻案，他是应该感恩图报的。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呢。晶晶啊，你原谅他了哦。原谅什么？你说你跟家俊有没有机会复合？妈，你说到哪儿去了？什么复合不复合？你之前那么卖力的帮他翻案，你对他不是余情未了吗？那我帮他翻案呢，是基于2个原因。第一，因为我是警务人员，我有责任查出真相；第二，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基于朋友的道义呢，我要还他个清白。那我和他之间除了好朋友和好同事之外呢，就没有其他关系了。OK？ 你妈明白，最重要是你选对你自己要走的路，将来不会后悔。放心了，老妈，错过1次不会错第2次了。喂，皮耶，什么事？Madam，于 Sir 出事了。啊？于 Sir 出事了？你们在哪儿？我现在马上来。于 Sir 是不是那个于子朗啊？是啊。你好像很紧张他似的。我们是同事，当然紧张啦。看来这个同事一点也不简单。走吧。喂，他怎么样？Madam，你来就好了。你看于 Sir，我这儿搞不定他。他怎么会这样？怎么喝得这么醉啊？我怎么知道？刚才他叫我出来喝酒，我到这儿他已经醉成这样子了，又叫又骂人又乱说话。我不让他再喝了，他就发脾气，打烂人家的杯子，我真拿他没办法了。喂，你搞什么鬼呀？我是人不是鬼，你不要说我是鬼。哇！你太疯了！啊！大白天，对不起，对不起，他喝醉了，腿也不穿裤子，你简直是色鬼！对不起啊！哎呀，你到底发什么神经啊？
一闪一闪小星星。老实告诉你吧，他一晚上都在唱什么小星星啊、亮晶晶啊，心里面肯定在想着你。什么？不行了，没人催了，我先走了。你看那雨伞啊！喂，看着它。喂，你不要再喝了好不好？我送你回家，来。我不回，我要喝酒，我要钱，我要喝光它。喝。一颗一颗亮晶晶，抢我东西，照片是我的，她漂不漂亮啊？我的梦中情人，我好喜欢她，可她不喜欢我，我很不开心。你醒了？这样我也能睡着。哎呀，不好意思，我又喝多了。对了，我昨晚是不是乱说话了？你也知道自己昨晚乱说话吗？其实你不用陪我在这儿喝西北风的，你随便叫一辆车送我回家就行了。哎，你不知道啊，昨晚你喝醉了，乱发酒疯又不肯走，我就要陪你坐到天亮喽。真不好意思。哎，在哪儿呢？你是不是找这个？照片怎么在你这儿？应该是我问你，照片怎么在你这儿？这是小姨临走的时候留给我，叫我留个纪念的。留纪念？那这个呢？是不是也是留个纪念？你不知道我有多蠢，我明明喜欢他，又不敢跟他说，我居然叫他回到那男人身边。喂，哎，你千万不要当真，我喝醉了，你当我乱发酒疯，你删除吧。哦，你发酒疯乱说的。我是喝醉了吗？你当我说错了，你也搞错了。好啊，既然你是说错了，我又搞错了，那我们没什么好说了。晶晶，反正不错也错了，你说有没有可能将错就错呢？你不怕一错再错吗？反正已经错了，最多就一错错到底了，看看是不是可以跟你一直错下去了。这话你也说得出来？那我希望你没决定错，我也没选错了。这就好了，床头打架床尾和，看着你们这样真好啊！这叠烟肉煎双蛋呢，是我私人送给你们的。谢谢啊！你要谢就谢谢你女朋友吧，要不是昨晚上她及时赶到这里来啊，我的东西啊都被你打碎了，那时候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妨碍你们了。真有意思，
吃东西吧。嗯。啊，手机没电了，借你电话用一下。那边不是有电话亭吗？我懒得走嘛，来借电话用用。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你想删除电话上的东西吗？哎，人家醉的样子难看嘛，免得留在那儿遗臭万年。来，要不你把照片给我？不行，这不结了，大家都有对方的罪证，以后就不怕反悔了吗？不要玩了，来给我吧。我不是玩的，我这是认真的。哼，有时候你认真起来那样子，真的很讨厌，很招人恨呢。有你讨人厌。我还记得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在龙凤茶楼那次啊，你的样子真坏呀。哎，看人不能光看表面，我这种人啊是真金不怕炉火炼，经得起生活的洗礼呀。你还好意思说？你这种神经兮兮的人，只有我才能忍受你。不过老实说，我还要谢谢一个人，不是，应该是一个鬼。如果不是小姨呢，我们俩也不能在一起哦。啊，郎朗，我差点给忘了。上次我上晶晶姐姐身的时候，我感觉到你跟晶晶姐姐的命格是相冲的，所以如果你们俩坚持要在一起的话，你是会害死晶晶姐姐的。嗯，你怎么又发愣了？没有，我是在想，回去之后怎么跟 DIE 的同事交代我们的关系。您怎么这么老土啊？这种事也要向别人宣布吗？这种事人家能意会的吗？我怕不能慢慢意会了。你也知道皮耶的女朋友是谁？美人。他要知道了，看来已经做了全球直播节目了。哎，他们高兴怎么说就让他们说喽，我们又不是见不得光，了不起被他们围攻1、2次，死不了。你又说个死字。好了好了，不说死了，我说生了，好不好？喂，其实时间差不多了，该回 DIE 让他们逼供了。开心的时间过得真快。你说，如果我们不是警察，而做一份普通的工作，然后再请1天假玩1天，你说多好？好啊好啊。大嘴鹰，我今天。大嘴鹰，你站住！不是吧？又是这死警察！快撤啊！荒誕的故事，偏偏有感應追溯一些暗示。問問事情怎會開始，又問問事情怎會終止。千之界中計推理的冷靜，天天有新變遷發生天注定。事事及時總靠機警，歷尋事實未定，變局處境。是與非發生，虛的雙眼似閃避，步步見機，最終他的痛悲。慢慢拼起，他跟哪個做戲？落雨起，太悲劇。